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结束一场聚会后，虽然身体离开了，但心却累得像跑了场马拉松。你反复咀嚼着某人随口的一句八卦，某位同事无心的抱怨，或者某个亲戚刺探隐私的问题。你懊恼自己当时为什么要接话，为什么要解释，为什么要努力让气氛不尴尬。你总是习惯性的接住别人抛过来的话，就像一位优秀的接球手，但你没意识到，你接住的往往不是球，而是沉重的情绪垃圾。越来越多人有一个共同的疲惫，不是累于工作，而是累于回应别人。每一个对你突然的提问，都像是在消耗你的注意力与情绪。但真正内心强大的人有一个共通点，他们不急着接话，甚至在很多场合，他们选择不说。沉默不是冷淡，而是他们最强大的底气。今天想和你分享，一个人学会不接话后，人生会变得多轻松。但多数人一听到别人说什么，问什么，下意识就会赶快接住，生怕冷场，生怕尴尬，生怕让人不舒服。殊不知，每次你急着接话，就是一次能量被偷走。小李每次去理发，发型设计师总会各种问：最近工作忙吗？薪水怎么样？你结婚了没？有对象吗？他每次都礼貌回答，但理完发，他都觉得自己像是被问话问到虚脱。直到有一次，他鼓起勇气对设计师说：师傅，我想休息一下，今天不太想聊天。对方愣了一秒，然后笑了一下说：好，那你放松。结果整整30分钟，他第一次觉得剪发是种享受。那一刻他理解，你有权选择不回应，你不需要时时刻刻扮演好相处的人。很多人以为沉默是没有能力回应，其实刚好相反，沉得住气的人通常脑袋最清楚，他们知道不是每一句话都值得你接，不是每一个情绪都值得你背。小云性格温和好相处，办公室常有人找他吐苦水说：我主管又骂我了，今天心情好差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我是不是运气特别差？本来他会耐心回应，结果回到家后，自己反而比对方还累。有一天，他的好友看他气色不好，问他怎么了，他说了后，好友只回一句话：别当别人的情绪垃圾桶。从那天起，他开始练习，有人抱怨时，他不急着安慰；有人激动时，他不急着附和。他很简单说：我懂，我了解。神奇的是，抱怨他的人越来越少，真正需要帮忙的人反而会更尊重他。不接话让他的生活前进了一半。聪明的人知道，话语不是用来证明自己的工具，而是用来筛选关系的滤网。越会尊重界限的人，越懂得沉默的威力，因为沉默会让人意识到，你不是软柿子，不是谁都能推着走。一次家庭聚会，亲戚问阿哲：你现在薪水多少？有没有准备买房？你跟女朋友什么时候结婚？全家人都看着他，等他回答。阿哲只淡淡的笑了一下，拿起手机回讯息，完全不打算接话。沉默了10秒后，问话的亲戚反而觉得尴尬，笑住岔开话题的说：最近天气变冷哦。这就是沉默的力量，你越不回应，那些冒犯的问题越无趣。当你决定不回应时，你需要优雅的关闭话题，避免让自己显得冷漠或敌对。越成熟的人，越少主动去证明什么，也越不需要用言语来维持存在感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回应别人是要花能量的，而能量是要留给重要事情的。学会沉默后，你会发现的3个改变：一、情绪干净了，你不再被别人的焦虑、愁苦、负能量，你的心理空间终于留给自己。2、社交变简单了，不需要再思考，我刚刚是不是说错什么？对方会不会误会我？你突然发现，原来你不是不会社交，你只是太累了。3、别人开始尊重你了，越是有界限的人，越让人不敢轻易越线，因为沉默本身就是力量。真正走心的成熟，从来不是靠嘴说出来的，而是当你把是否回应的主导权拿回来时，你的生活、情绪、节奏都变得由你掌握。
你会从急着讨好、害怕冷场，变成一个稳定、自持、有分寸的人。你不再是大家口中的老好人，但你会变成那个可信、稳重、有分量的大人。不必急着回答任何人，你没有义务回答每个问题，也不必接住每个人的情绪。你的能量有限，要留给真正重要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练习3件事： 1. 不急着回应； 2. 不急着解释； 3. 不急着救场。你会发现，懂得沉默的人更有魅力，懂得不激化的人更有力量，懂得守住自己的人更自由。守住你的能量，就是守住你的人生。